姨悄悄练习密系图，把腰闪了。我叫楚留芷，胎穿到了架空古代，成了暴君殿前端茶送水的宫女，结果意外绑定了后宫吃瓜系统。荣贵妃用假冒养颜膏长了一脸红疹。留芷姑娘还歇着呢，前边朝会散了，茶水可都备好了。都准备好了，我这就给陛下送过去。也不知这小丫头怎么就得了陛下的青眼，几杯茶都要点名她去送。一县父母官，仅在任2年便贪污5万两之多，其治下百姓怨声载道，苦不堪言。若非朕派人暗访，尔等还要欺瞒朕到何时？请陛下息怒，龙体为重啊！妈耶，暴君正在气头上，来的不是时候啊！是他，我能听见新生的那个小宫女。话说今天暴君火气这么大，要是都查出来，他还不得被活活气死？八卦名单我还记得呢，有浙江布政使鲁家瑞，都指挥使钟志臣，总共14人，贪官可真多。你过来，给朕研墨。原来陛下早就知道了。连我们也只知其中一二，陛下怎会知道的如此清楚？莫非锦衣卫的人已经渗透到了咱们身边？此事朕便交托与3位爱卿查办，相信3位爱卿会给朕一个满意的交代。臣等领旨，定然尽快查清此事，不负陛下所托。这暴君哥现代高低能拿个影帝吧？翻脸简直比翻书还快。开口暴君，闭口暴君，简直放肆！等这个女人没了利用价值，我一定要让她好看。好无聊啊，看会儿八卦吧。竟敢当着朕的面开小差，简直胆大包天！何地乖乖，用外世子替换长公主亲子，这是活腻了想玩九族消消乐吧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奴婢什么都没说，这暴君怎么回事？我刚刚明明没说话呀！难道他知道了长公主的驸马养了3个外室，还让外世子替换长公主亲子，混淆皇室血脉的事儿？备马，出宫！喂，你随朕出宫。关我啥事？陛下驾到！这就是敢背着长公主养外室，还想混淆皇室血脉的驸马。靠着长公主婚后嫁妆起家，转头养了3房外室，个个都给她生了孩子，甚至敢拿娃外室的孩子替换长公主刚生下的孩子。可怜长公主的亲子被他送到北城20里外的庄子上，奶母收了外室钱财，孩子高热不退，恐小命不保啊！不知陛下驾临，臣有失远迎，还望陛下。啊！跳得好！拖下去，凌迟。凌迟！陛下，臣不知何处犯下大错，要对臣处以只对穷凶极恶之徒施以凌迟的之刑。豢养外室3日，以庶子调换皇家嫡脉，苛待长公主，桩桩件件，你还敢问错在何处？不？此事怎么会被知晓？暴君是怎么知道驸马养外室的？我也没看到有人给暴君递消息啊。拖下去。等等，陛下，敢问我儿究竟犯了何罪，惹得陛下一进府便对我儿喊打喊杀？还请陛下给老身一个说法，不然等此事传扬出去，恐有好陛下仁厚的名声。哇哦，老太太很勇嘛，都敢得罪暴君了，生怕错过满门抄斩全家桶是吧？这婆婆也是个拎不清的，不仅天天给长公主脸色看，还敢给长公主立规矩，要长公主日日晨昏请安听训，伺候她洗漱布菜，稍不高兴就对长公主打骂。掌嘴！孙子！父亲！公主，看在咱们夫妻一场的份上，求您帮我劝劝陛下，饶了咱们一家。陛下，皇母年事已高，一时失言，还请陛下宽恕，莫要再责罚她了。不是吧？
驸马做出那些混账事，长公主竟然还帮老太婆求情，这个是母的吗？等等，来得这么快，长公主是不是还不知道驸马都干了些什么？她的亲生孩子还在北城20里外的庄子上生死不保呢。带一队锦衣卫即刻赶往北郊庄子，把长公主世子带回太医院诊治，看守庄子所有人，不准放走一人。这暴君的情报网这么厉害吗？黄姐，你的枕边人不仅背着你养了外室，还将外室的孩子将你的孩子调了包，甚至整府都将你瞒在鼓里。我对你一片真心，你竟敢！长公主不像是生了个孩子，倒像是被哪个妖精抱着吸干精气，这脸白的都能反光了，一点血色都没有。谁家孕妇才生产3天就瘦成这鬼样子？周氏在抻汤里下大寒之物，想让长公主一尸两命。传御医，给长公主诊个平安脉。回禀陛下，长公主殿下在生产时被喂了损伤根本的虎狼之药，若非长公主身体底子好，生产时便会一尸两命。即便如今顺利产子，若今后不好生调养，恐于寿有碍。我发动那日，只进了1碗婆母送来的参汤，除了那盏参汤之外，我什么都没吃。此事你可知？为何玉儿也是你的儿子，是你的嫡子，你为何要害他？公主就当是我对不住你吧。若不是娶你这个公主，我岂能处处受掣肘？呸！渣男，什么就当对不住啊？本来就是你对不住。娶公主的时候贪图荣华，如今反倒怪罪长公主，真是吃锅忘盆，得陇望蜀。你怪我？他怪你阻了他的青云路，怪你空有长公主的身份，却除了物质上的富足之外，无法给他的仕途带来更大的好处，不能让他全族跟着你鸡犬升天。当初分明是他主动接近我，求陛下赐婚，我还为此与陛下大吵一架。长公主当初为了嫁他，跟暴君大吵一架，姐弟冷战3年，结果嫁了个吸血白眼狼，纯纯恋爱脑害人啊！秦朗，你让本宫恶心，请陛下恩准我休夫。万万不可！长公主荒唐，女子怎可休夫？纵使驸马有错，长公主也有失察之责。男人3妻4妾本是平常，若长公主贤德，主动纳妾，何来今日祸事？请陛下三思，万万不可违逆礼法，招天下人耻笑。女子不能休夫，百姓争相效仿，万不可行。我去，搞受害者有罪论和道德绑架这一套是吧？3个糟老头子，心眼坏得很。你女儿不许夫婿纳妾，跟夫婿吵架，跑回娘家哭诉的时候，你不仅亲自上门给女儿撑腰，还用降职威胁人家。那时候你怎么不说一个巴掌拍不响？你的嫡子当街纵马伤人的时候，怎么不见你教育他不要当街纵马，以免百姓效仿呢？合着你家干的事儿没人效仿，长公主一休夫，百姓们就争着抢着要休夫了是吧？还有你那个不成器的弟弟，倚仗权势，强纳民女为妾。消息传到你耳朵里的时候，怎么不见你训斥他于理不合，将他吊起来抽一顿？妈日，管天管地管人离婚！公主休夫于理不合，请陛下三思。朕乃天子，朕所言就是规矩。尔等若有异议，不妨学学比干抛心死尽。大气侧漏抱抱龙，古今第一名监。将这2人拖下去，斩立决。遵旨。秦朗乃不仁不义不忠不孝之徒，自今日起由长公主休弃，褫夺爵位，斩立决。周氏毒害公主，证据确凿，褫夺2品诰命，斩立决。陛下恕罪，都是我鬼迷心窍，痴心妄想，不关我儿半点事，求陛下开恩，饶过我儿。不要啊！皇上饶命啊！公主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是真心爱你的。
从来都没有害你的心思，都是我一时糊涂，被名利冲昏了头脑。你饶我一命好不好？只要你肯原谅我，我后半辈子一定好好弥补你，日日守着你和孩子，对你言听计从，百般体贴，再也不贪慕仕途，不与外人牵扯，一心一意只对你好。公主，求你心软救救我。长公主不会又心软了吧？谢陛下成全。这小丫头虽然嘴碎了点，但带在身边还是挺有用的。这次有功，赏她些什么好？是暴君想干啥？不会是又憋着什么坏吧？哼！起驾回宫。哟，今儿的太阳打西边出，暴君心情看着不错，应该比昨天好伺候。茶凉了，换茶。盖子都没掀开就要换茶，暴君长透视眼了。哼！收回刚才那句话，暴君还是一如既往难伺候。我刚刚就应该朝里面吐口水。站住！陛下还有什么吩咐？赏你了。暴君脑子绝对有坑。这套清华茶盏，陛下自己都舍不得用，皇后贵妃都不曾碰。陛下对她的心思果然不一般，往后必须好生敬重刘征姑娘。昨日陛下特意带她出宫，全宫上下都传言她要封妃，不过是会奉茶，有什么稀奇？是我得陛下青睐，定然比她更懂伺候。怎么不喝？不错，皇家特供好茶，外面有钱都买不到，也算沾暴君光了。居然真没吐，白白给他占便宜。再泡一杯来。奴婢给陛下奉茶。新来的。奴婢翠云拜见陛下，陛下万安。陛下主动问我，定然是看上我了，今日定能一步登天。先前在哪儿当差？回陛下，奴婢之前在上衣局，前日才调来文华殿伺候陛下。能伺候陛下，是奴婢天大的福气。我苦练1年，以太身段，定能入陛下眼。只要得宠，以后金银玉器随手可得。楚留贞那种卑贱宫女，我随便拿捏。规矩都没学明白就敢上前伺候，文华殿岂是阿猫阿狗都能进？内务府王进忠，这总管之位他不想要了。陛下息怒，来人，把他带下去，送去浣衣局好好学规矩。求陛下开恩，奴婢往后一定好好学规矩，饶了奴婢这一次吧。奴才改日亲自去内务府挑选守规矩的宫女，绝不再出这种岔子。泡个茶都泡不好，还是楚留贞手艺和心意，也就他泡的茶水喝着顺口。放开我！你们这些狗奴才！什么情况？都怪你楚留贞！如果不是你在陛下跟前碍眼，得圣宠的人本该是我，我绝不会善罢甘休。陛下，皇后宫里来人报喜，今日太医院诊脉，新妃已有1月身孕，陛下大喜。他有孩子了，怎么反而像吃了屎一样的表情？新嫔腹中孩儿根本不是皇帝的血脉。哼，暴君被人戴绿帽了，又不是我搞外遇，暴君瞪我干什么？真是绿帽戴多了，心理变态。新嫔怀孕，她为什么这么生气？不应该啊，难道她根本不喜欢新嫔？既然无异于她，当初何必翻她绿头牌？朕只是按规矩走流程，跟整个后宫半分肌肤之亲都没有，何来宠幸的说？这女子什么都不懂，胡乱揣测。闭嘴！谁说话了？陛下，赏赐是否提前备好？
摆架新皮请功，跟上。姑娘快随驾。我只是个奉茶宫女，探望孕妇带我干什么？又要加班，好烦。让我看看奸夫是谁。奸夫是云贵院管事太监李崇信，当年花钱蒙混净身，以假身份入宫，和新嫔婚前本就是一对恋人，二人私下日日私会，问准陛下召幸的日子，假装受孕，进士房纸面记录做掩护，以为天衣无缝。两人只顾私情，全然不顾两家九族性命，简直愚不可及。小主刚歇息，奴婢这就通报。滚开！守住院门，任何人不准出去。封锁整座宫殿，任何人不准出去。出境现场不能看，万一陛下迁怒目击者，我小命不保。奴才参见陛下。嫔妾拜见陛下。爱妃身怀有孕，仔细些，莫伤腹中孩儿。谢陛下体恤。你上前，朕有话问。我的孩子！李忠信私自假烟，秽乱宫闱，做成人质，好生关押。陆氏交由皇后处置。遵旨。李陆两家满门抄斩，鸡犬不留。陛下饶命，一切都是我的错，陆家不知情，求陛下开恩。暴君周身杀气2.8米，果然被戴绿帽子这事儿，是个男人都接受不了。凭什么？凭什么他能时时跟在陛下身后？陛下身边的位置本来应该是我的，只要我把他给毁了，陛下的眼睛就会重新看向我了。都怪那个暴君，自己连夜批作这就算了，还连累我加班到这么晚。不过看在他把这么香的鸡腿赏我的份上，原谅他一次。侍卫大哥，把他带到没有人能找到的地方去，然后你想怎么样就随便你吧。可是，要是被查出来，那就逼他承认跟你有私情，否则就是与你私通。反正无论如何，御前宫女与人私通都是死刑。他但凡是个聪明的，就会乖乖顺从你，然后跟你出宫结婚。你既得了个老婆，又得了钱，横竖你都不亏。居然是翠云，我真的会信？不就是跑茶比她好喝，运气比她好一点吗？这女人心眼也太小了，居然直接下死手。皇宫内卷都卷到要命的程度了。有没有人在外头？我是御前伺候宫女楚留萱，速速来人救我！来人啊，走水了，后宫走水，速速救火！地震了，宫里出事了 ！Help！ 有没有人救命啊？别喊了，没用的。这赵雪堂是宫里的废殿，方圆半里都无人值守，就算你喊破喉咙，也不会有人过来。完了完了，居然是个闹鬼废殿，还是皇宫盲区，怪不得怎么喊都没人听见。翠云这毒妇是真的挑了个死无对证的地方，铁了心要我死。这位大哥，你清醒一点，我是陛下身边专属奉茶的宫女，日日随驾御前，深得圣心。你今日若伤我分毫，陛下追查下来，不只是你，你的家人9族都要受牵连，得不偿失。事到如今，我早已没有回头路。翠云姑娘说了，要么你乖乖从了我，跟我结为夫妻，日后一同离宫安稳度日；要么明日全城皆知，御前宫女私通侍卫，
你落得一个身败名裂、杖毙处死的下场。大哥别急，我从未想过与你为难，此事本就是翠云挑拨离间，我可以不追究你的过错。你放我离开，我向陛下为你求情，保你平安无事，岂不比铤而走险更好？别磨磨唧唧，今夜你没得选。救命！陛下救我！萧景帆，有人害我！萧景帆，救我！元德，楚留正出事了，立刻传令下去，禁军全员出动，封锁整座皇宫，宫门紧闭，彻查每一处殿宇、廊道、偏房，一寸土地都不放过，务必找到楚留正。奴才遵旨。陛下，东西六宫、御花园所有值守宫院、行当尽数搜查完毕，无人见过刘询姑娘。各处值守宫人、侍卫皆已盘问，全无踪迹。姑娘仿佛凭空消失了。不可能，深宫层层封锁，宫门紧闭，她一个小小的宫女，不可能凭空消失。偌大皇宫唯独一处地方，无人值守，无人踏足，最是藏人。陛下是说冷宫废殿区域那片宫院早已荒废多年，宫人畏惧闹鬼传闻，素来无人靠近，也无侍卫驻守巡查。从速前往废殿区域。是他的珠花。朕倒要看看，谁敢动朕！你在做什么？陛下，奴才罪该万死，奴才鬼迷心窍，求陛下开恩，饶奴才一条狗命，奴才再也不敢了。你来了。狗胆包天，区区卑贱侍卫也敢欺凌朕御前之人，拖下去，当场杖毙，不得姑息。奴才遵旨。大人饶命！大人不敢了。本宫听闻，陛下今夜三更紧急调动全城禁军，封锁整座皇宫，一寸一寸土地搜查，闹得后宫妃嫔、宫人侍卫人人自危，彻夜难安。原来折腾整整一夜，如此大动干戈，就只是为了御前一个区区奉茶的小宫女。回贵妃娘娘，宫里早已悄悄传遍，这位楚留街姑娘是唯一特例。陛下向来不喜旁人近身，唯独允许她日日贴身御前伺候，随驾左右。寻常妃嫔都不得随意靠近御案，这份殊荣前所未有。一个无根无凭、家世卑贱的宫女，也配得陛下如此偏爱眷顾？朕本以为他的异能能够为朕所用，替朕监视这朝堂上下，没想到竟给他惹来了杀身之祸。娘啊，我想吃你做的肉馅大包子，宝君。早晚有一天，我把他眉毛都拔光，让他天天凶我。朕就不应该把他带回来，还给他叫太医治病。醒了，还以为你要在朕的龙榻上赖着不走。你一个小小宫女，大晚上不在自己的屋子里好好待着，给朕惹出这么大的篓子，你知不知道朕再晚点你就……奴婢该死，奴婢不慎惊扰陛下圣驾。这狗皇帝不会是想趁机治我的罪吧？可是我是被陷害的呀，不好说，先求饶吧。哼，不必惊慌，起身吧。方才加害你的那名侍卫已然当众斩杀，罪罚已落，无人再敢寻你麻烦。陛下，那侍卫胆大妄为，绝非一己之私无端作乱，背后是有人蓄手指使，是先前在文华殿当差的宫女翠云。她此前刻意攀附陛下，冲撞御前规矩，被陛下贬去浣衣局劳作。她心中一直对奴婢心怀怨恨，将失意尽数归咎于奴婢。今夜之事，是她买通侍卫，蓄意设计，想要毁我清白，置我于死地。周元德，奴才在。即刻带人前往浣衣局，将宫女翠云捉拿，当场杖杀。奴才遵旨。这也太干脆了，他竟然半分犹豫都没有。
不审讯，不核实口供，我随口一说，他就直接下了处死的旨意。陛下，您就这般相信奴婢所言，无需派人查证一番，确实真相再做决断吗？万一奴婢冤枉了旁人呢？哼，就你，还用查证？你想什么朕不知道。良你也不敢欺君，朕信你所言。哦，陛下若是没有别的事，奴婢就回去不碍陛下的眼了。折腾了一晚上，明天还是早班，真是造孽！这暴君比我们村的周扒皮还能使唤人。要是别人被朕所救，恨不得跪地痛哭流涕，千恩万谢。他竟然就这样一点表示都没有，甚至还在心里偷偷骂朕。陛下要是不说话，奴婢走了。滚！哎，等等，陛下还要吩咐奴婢什么？明日你不用来了，朕给你放1天假。多谢陛下。朕也是被他弄得一块不着调了。难得休整日，今天什么差事都不做，上午找姐妹们推牌九摸2把，下午让小夏子提前留一份软糯甜甜的酒酿汤圆，这日子才算舒坦。楚姑娘，谁啊？荣贵妃娘娘传你，即刻随咱家去华清宫一趟，不得拖延。荣贵妃，我不记得我跟她有什么来往啊，叫我去干什么？公公稍等，我随你前往。奴婢参见贵妃娘娘。听闻如今陛下除了你泡的茶，旁人的茶水入不得陛下的口。本宫今日倒要好好尝尝御前专属的茶究竟有何不同。娘娘，现在开始吗？张宝荣领他去茶水房。喂，请姑娘跟咱家来。谢贵妃娘娘，有劳张公公。咱们娘娘金尊玉贵，喝茶有个习惯，非得喝那香碗里现捡出来的茶叶，须得完整。听闻姑娘心灵手巧，这罐香茶就交给姑娘了，还请姑娘全部分出来。这不存心折腾人吗？这么一大罐，分到晚上也分不完吧？张公公，泡一盏茶用不了这许多茶叶，我还得回文华殿当值。若陛下回去没茶喝，说不得要寻我一寻，届时恐怕会连累荣贵妃娘娘。娘娘既然让姑娘分茶，理应分完才是。若手脚慢误了时辰，娘娘自会去陛下跟前回话。马儿，分明是活太多做不完，非说我动作慢，无耻至极！莫生气，莫生气，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。咱家事务繁忙，就不陪姑娘了。来人，你们2人守在此处，姑娘有事随时吩咐。还防着我逃跑，多余。我知道了，张公公慢走。有办法了。哼，就这点雕虫小技，也能难为姑奶奶我头上。我连喜怒无常的暴君都伺候，还差你一个刁钻任性的贵妃。茶水房那边如何了？回娘娘的话，正捡茶叶呢，怕是眼睛都要看瞎了。娘娘放心，这捡茶叶最是费心神，没有个3、5时辰，怎么可能将那茶叶中的香珠儿挑出来？我可是说了，我们娘娘坚贵，一颗香珠都不能混进茶叶里。这还差不多。娘娘，茶叶分好了，我可以回去伺候陛下了吧？你都分好了？娘娘的吩咐，我自当尽心。娘娘若不信，尽管派人去检查便是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他怎么分的茶？那宫女找了3个竹筛，两两叠放，没多久就把茶叶香丸分干净了。一群蠢货！咱家让你们拿走所有竹筛，怎么还留着？滚出去跪着！今晚不许吃饭！张公公查得如何？
姑娘手脚利落，10个人也比不上姑娘1人。请娘娘用茶，奴婢不知娘娘喜好，特意用山泉水、露水、雪水各泡一盏。你倒是用心，想来也会奉茶，那就由你给本宫奉茶吧。是，废物，连个宫女都拿捏不住。呸！就知道你要阴我，想借着我拿不稳茶杯治我个大不敬。那姑奶奶就先跪为敬，看你还能说什么。娘娘，露水泡茶需趁热，凉了便失了滋味。等等，娘娘最喜圆满，来人，将滚水烧来，把茶碗注满。喝茶又不是喝酒，7分满乃是宫中礼数，分明是故意刁难，想要烫死我。底下人毛手毛脚，恐伤了你，咱家亲自来。环球，今儿怕是要遭大罪了。师父，1个时辰前，荣贵妃派人将刘真姑娘请去了华清宫。那位可是出了名的毒美人，素来睚眦必报。师父，要不要即刻禀报陛下？毕竟那位可是陛下心尖上的，一旦出了事儿，咱们吃不了兜着走啊。陛下如今正心情舒畅，罢了，依你即刻回禀。出了什么事？陛下，奴才听闻荣贵妃娘娘好奇刘氏姑娘泡茶手艺，派人将她请去了华清宫，至今已有1个时辰。她不在文华殿当值，乱跑什么？周元德，你亲自去一趟华清宫。奴才遵旨。走，去华清宫。底下人毛手毛脚，恐伤了你，咱家亲自来。环球，今儿怕是要遭大罪了。哪能劳烦张公公动手？是我不知道娘娘规矩，我自己来。姑娘只管奉茶便是，天水有张公公呢。这群趋炎附势的老东西。张公公，再倒茶水就溢出来了，恐毁了娘娘的一杯香茶。娘娘还没说话呢，有你一个做奴才的说话的份儿吗？继续。我操！楚姑娘，咱们做奴才的生来就是伺候主子的命，别说娘娘要你双手，就是娘娘要你这条命，你也要恭恭敬敬的跪谢娘娘看得起你。奶奶的，姑奶奶不忍了，要杀要剐随便。这个老太婆，姑奶奶打不死你也烫死你！无法无天的贱婢，抓住他，拖出去杖杀！他伤了娘娘，抓住他！奶奶今天就是死也要拖2个垫背的！都愣着做什么？上啊！住手！大胆奴才，手爪子不想要了！周公公，这宫女意图谋害荣贵妃，谋害贵妃乃是死罪。你如此护着她，是想与她一同掉脑袋吗？我不知那许多，我便只管将人平安请走。周公公，我没有谋害贵妃娘娘，我冤枉。姑娘，完了，人伤成这样，我该如何向陛下交差？我不练铁砂掌，梦里徒手炒板栗快烫废了，差点练成铁砂掌，吓死我了。醒了就起来，朕有话问你。姑娘慢点，切莫牵动伤口。多谢彩云。好痛！平日在朕面前胆小如兔，朕语气重些都能下白脸。
朕竟不知你还有大闹华清宫的本事。林妹子，方才怎么没直接烫死他？闹了我的华清宫，竟然还能被陛下护着。回话，傻了？没傻。没想到暴君居然会护我，我还以为这次必死无疑了。没傻就回话，你为何大闹华清宫？躺着回话便可。太医说了，你这双手若不好好静养2月，便彻底废了。回陛下，奴婢身为御前奉茶宫女，双手最为重要。奴婢不仅为自己，也为陛下，定会好生护着双手。陛下是在心疼这个贱人。他竟受了这么大委屈，之前被绑在冷宫都没哭过，这次竟然被气哭了。荣贵妃，起来。不过是个卑贱宫女，也敢在陛下跟前搬弄是非。可张公公执意用滚水损毁奴婢双手，奴婢万般无奈，才被迫反抗。奴婢人微言轻，从未与张公公结仇，不知为何竟让张公公对奴婢恨之入骨，非要置奴婢于死地。谁还不会眼朵柔弱小白花了？贵妃位高权重惹不起，先拿捏这个死太监。张公公肆意折辱御前伺候的宫人，齐妃根本没将陛下放在眼里。奴才不敢，陛下明鉴，奴才绝无半点不敬陛下之心。求娘娘看在奴才尽心伺候的份上，替奴才求求。松开！陛下，张宝荣固然有错，但此女大闹华清宫，对臣妾不敬也是事实。陛下既宽恕了宫女，理应也从轻处置张宝荣，才算公允。臣妾见他已有悔过之心，不如罚半年月俸，小惩大戒即可。我早差点废了，就只值半年月俸，简直欺人太甚！忍住，楚留贞，你忍住！她是宠妃，有家族撑腰，你无权无势，还要保命出宫，不能怼，不能冲动，不许哭，这点委屈算什么？他的手在做什么？陛下竟然亲自为他擦眼泪，我要杀了他！这深宫之中，贵妃既然求情，朕便饶她一命。我就知道，我不过是个人微言轻的宫女，凭什么奢望她这种九五之尊能够为了我伸张正义？周元德，他方才所作所为，你都听清了。奴才听清了，张宝荣用整整1壶热水烫坏了楚姑娘的手，那就双倍俸，2壶。痛不切身，便永无教训，不知悔过。周元德，用2壶热水朕废了他的手，记着，要滚热的开水，烫得他皮开肉绽，才能长记性。求陛下开恩，奴才知错了。陛下，荣贵妃治下不严，回宫整肃华清宫上下。母后寿宴之前，禁足宫中，不得外出。为了一个卑贱宫女，陛下竟然禁足我，这是当众踩碎我的脸面，活该。姐姐安心躺着，渴了需如厕，只管唤我，我先去为姐姐熬药。我居然活下来了！大闹华清宫，不仅没受罚，还安然无恙，太惊险了，差一点就没命见家人了。跟着暴君这个大老板，关键时刻确实能保命。看来我要努力成为陛下心腹，提高宫里存活率。这伤大概率要留疤了，本来还挺喜欢我这双手的，现在能保住就不错了，知足常乐。陛下，吴院士来了。陛下万安。最近朕眼干喉涩，夜不能寐，给朕开几副药。陛下是肝火过重，臣开一剂清热下火汤药便可缓解，还请陛下放宽心神，少动怒气，方能痊愈。朕也想舒心度日，奈何总有人刻意惹朕动怒，火气如何能消？臣惶恐。与你无关，起身吧。夜间免遣，
为朕扎2针安神。是，陛下。那宫女的手可会留疤？回陛下，大面积烫伤极易留疤，恐怕什么？恐怕需太医院全员倾力诊治，方能不留痕迹。朕不管你们用何种方法，何等名贵药材，那双手不许留半点疤，做不到，提头来见。臣遵旨。用药方面，不拘药材名贵与否，太医院无货，即刻去内库调取。是，陛下。陛下这是真的将刘真姑娘放在心上了。那御前奉茶的新人还要不要选？吩咐御膳房，今日河宫上下都做肉馅大包子，无论宫女太监都能领到。是，陛下。看我带什么来啦？什么味道这么香？是大肉包子对不？姐姐都伤成这样了，还这般惦记着吃，好生躺着吧，我拿来喂姐姐。这包子皮儿薄馅儿大，正是我想吃的味道。今日陛下想吃肉包，周总管吩咐御膳房制作30笼大肉包，分发各宫，姐姐尽管吃，不够我再去御膳房要。原来我能吃上包子是沾了暴君的光。算了，他今日护了我一次，以后不叫暴君了，改叫老板。今日朝堂之上，奏折10有8九都是劝导朕选秀纳妃，充盈后宫，朕看得头疼。陛下，朝中重臣都是一片好意，望皇室开枝散叶。好意，10本选秀奏折，8本都极力举荐一人，祝家嫡女祝婉清。这群老臣倒是整齐划一。原来是祝婉清，这女人可是实打实的高端白莲花，黑历史一抓一大把。当年宫中选秀，她怕宫斗凶险，嫌先帝太老，故意装病推脱，狠心推老师庶妹祝寒玉替自己入宫挡灾。但是她留在宫外，专门抢夺其他世家贵女的婚约姻缘，未嫁高门不择手段。更离谱的是，她脚踏5条大船，多年滴水不漏，无人识破，所有人都被她哄得情根深重，甘愿为她付出。最惨的就是顺郡王世子，彻底被他拿捏，为他忤逆父王，对抗家族，舍弃婚约前程。研磨。是。顺郡王，原来是顺郡王想耍小聪明，裹挟重臣上书，逼陛下允许祝婉清。只要陛下将祝婉清纳入后宫，祝婉清便和萧家世子彻底撇开关系，顺郡王就能完美洗白儿子的私情丑闻，让陛下当这个冤大头。这算盘打得震天响。可如今满朝文武联名举荐，陛下直接拒绝，便是忤逆重臣心意，落得不近女色，不顾皇室子嗣的口舌。妥妥的哑巴吃黄钱，有苦说不出罢了。好一个苦心积虑的皇叔，暗中布局，借朝臣之手逼朕就范，想让朕替萧家遮掩丑闻，真是打了一手好算盘。朕突然想起来，明日似乎是顺郡王的生辰。陛下记得不错，顺郡王府大肆筹备寿宴，场面盛大，还打算借着寿宴的契机，为世子萧文涛择定世家贵女，敲定婚约，稳固世子身份。寿宴，果然，顺郡王就是想通过给世子定亲，彻底斩断萧文涛和祝衍清的纠葛，规避丑闻祸端。顺郡王妃精心挑选的世子妃人选，个个都是家世显赫的世家贵女，品行样貌皆是上等。偏偏祝婉清心机歹毒，野心滔天，她根本不在世子妃候选名单里，却执意要去明日的寿宴搅局。不用想，明天王府绝对是大型修罗场。既然他想看，朕便亲自赴宴，陪他好好看一场好戏，彻底坐实祝婉清与世子的私情，打碎顺郡王的算计。父王，除了青儿，我谁都不娶。你们若是非要逼着我娶那些世家贵女，我这个世子之位不要也罢。行啊，本王又不止你一个儿子，明日我就上折子，请陛下废了你的世子之位。父王，怎么需要本王一并上奏陛下，将你彻底划出萧中族谱，断你萧家子嗣名分，放你自由自在去追寻你的真爱。父王居然真的要废我世子之位，还要将我逐出宗族，全然不顾父子情分。怎么不说话了？今日是本王生辰。父王，我大喜之日，本王不责罚你，
有什么委屈，什么要求，你尽管提。父王息怒，孩儿是跟你开玩笑呢。你最好是明日宴上，你给我老老实实的听你娘的安排，否则别怪我不认你这个儿子。是，孩儿遵命。起来吧。谢父王。师父，您为何不随车伺候陛下，只留刘真姑娘一人在车内伺候？当差之人最要紧的就是揣摩主子心意。陛下此刻想要独处，旁人贸然相伴，便是不识颜色，打扰圣驾。陛下此番出宫，唯独只带楚留真一人随行，这份殊荣可不一般。看来这养心殿怕是很快就要飞出一只金凤凰了。别人都正常休务，就我一人被迫加班随驾出宫，陛下这分明是故意针对我，累死累活还没休务，太惨了。茶，为何特意泡菊花茶？奴婢见陛下晨起目有赤色，时常咳嗽，肝火郁结旺盛，此茶搭配枸杞、决明子、金银花，可清肝明目、降燥解毒，最适宜陛下线下饮用。千银花本味苦涩，这茶水入口却清甜回甘，你用了什么法子中和苦味？不过就是悄悄加了一小块制药糖罢了，简单的很。奴婢添加了少许制药糖，提前问询过太医，不会损伤药性，影响药效，还能润燥适口，中和苦涩。你伺候尽心细致，想要什么赏赐？赏赐当然要白银，越多越好，金银珠宝多多益市。尽心伺候陛下，乃是奴婢分内本职，奴婢不敢肆意讨赏。完了，我是不是太客气了？陛下该不会顺势就真的不给赏赐了吧？稍微体恤一下加班的下属也好啊。朕向来赏罚分明，从不亏待尽心之人。即日起，将你的月例提升为3等，传旨内务部，往后按月发放10两月银。奴婢谢主隆恩，月俸直接翻倍。果然只要给够加班饭，当牛做马我都心甘情愿，加班值了。添茶。主子爷，顺郡王府即将抵达。无需提前通传，朕今日微服到访，不必声张，不必阵营，暗中随行即可。是。陛下这是摆明了要暗中蹲热闹，抓把柄。顺郡王这次怕是真的大祸临头了。如今祝家嫡姐祝婉清已经悄悄潜入王府，等着和萧文涛私会纠缠。登记即可。众人分散混入王府各处，暗中贴身护卫，严密戒备，切记不可暴露朕的行踪，不可肆意妄动。为了蹲这场热闹大戏，被迫客串王府丫鬟，属实不容易。此刻祝婉清正在后花园假山处和萧文涛私会，我正好借着送果点的由头，顺着宾客路线前去围观。世子，我知晓王府今日大摆寿宴，满京世家贵女齐聚，皆是为你择选正妻而来。我本不该贸然前来，惹人闲话，可我实在心中惶恐，夜不能寐，不得不来寻你。青儿，我知晓你的顾虑，你信我，我心中唯有你一人，从未想过迎娶旁人。只是父王态度强硬，执意要为我巧定婚约，甚至以废我世子之位，逐我出宗族相逼，我实在进退两难。若是世子真的心悦我，为何不敢为我顶撞长辈，争一个正妻名分？难道在你心中，区世子之位，家族权势，远比我这数年情深更重要吗？青儿，我绝非贪恋权势、薄情寡义之人，你暂且体谅我，容我缓一缓。待父王气消，时局安稳，我再慢慢求情，徐徐图之，迟早会给你一个光明正大的名分，好不好？今日王府满京宾客齐聚，你若敢当众认下我，护我名分，我便此生非你不嫁。而萧文清，你若退缩怯懦，那你我之间从此便彻底恩断义绝。好烂俗的戏呀！你信不信？要是祝衍清知道自己能嫁给皇上，连这小智祖一眼都不会看的，还什么真心不真心？他是站在权力顶端的帝王，弹指间便能决定他人的生死。
下居然亲自出手，直接用石子把两个人都打晕了，这是要亲自布局啊！过去，将二人衣裳扯乱。陛下，此举太过唐突，实在不妥。不妥。顺郡王苦心布局，裹挟朝臣，算计朕的朝堂。朱婉清肆意玩弄权贵，妄图攀附皇权。他们算计到朕头上之时，可曾想过不妥？今日朕便要让这对各怀鬼胎的男女彻底颜面尽失。是。出去高声喊话，就说祝家大小姐独自在花园假山晕倒，速速引来众人。来人啊！祝家大小姐在花园晕倒了，坏事了！青儿，你怎么会跟他在一起？还是这副样子？诸位公子，各位师伯，我绝非你们所想这般。我方才独自游园赏花，途经假山，忽然头晕目眩，失足昏倒，不知为何会与世子一同倒地，衣衫凌乱，定是有人恶意陷害，暗中构建我与世子，蓄意损毁我二人清白名声。失足晕倒，世上哪有这么凑巧的事？晕倒能把衣衫弄得这般凌乱不堪，分明是私会苟且被撞破，刻意狡辩抵赖。我自幼恪守礼教，谨守本分，从未敢越雷池半步，更不曾周旋诸位，玩弄人心。求各位明察，莫要被有心人挑拨辅导，冤枉了清白之人。当众私会，败坏礼教，往后京中世家，谁还敢与郡王府联姻？简直贻笑大方！逆子，荒唐！当众做出这等苟且龌龊之事，丢尽萧家列祖列宗的脸面，你让我如何保下你的世子之位？朱婉清，你我之事如今闹得人尽皆知，颜面无存，都是被你连累的。事已至此，你便入我萧府做妾，余生安稳度日，此事便可结果。你放肆！我朱婉清堂堂世家嫡女，岂会做人妾室？绝无可能！你不肯。当初你与我私定心意，声声说心悦我一人，非我不嫁，却翻脸不认人，不肯负责。何曾与世子私定终身？你到底孰真孰假？我为你散尽珍宝，百般迁就，推掉家族安排的良缘，甘愿为你等候。已经同时周旋我们5人，将所有人玩弄于股掌之间，满口谎言，两面三刀，玩弄人心。我耗费2年光阴，待你真心，护你周全，聚了无数婚约，只为等你点头。原来自始至终，都只是我一厢情愿，逢场作戏。这般心机手段实在骇人听闻。今日回去我定要告诉我家儿子，从今往后看见祝婉清就绕着走，莫说跟他结亲，就是多看他一眼不嫌脏。完喽，常在河边走，今天就失邪了。果然暴君是个小心眼的，别人试图在他身上算计一点，他就要还人家100倍1000倍。不过要是谁要这么算计到我头上，我做的估计比他还俗。别看热闹了，一会儿该咱们出场了。诸位莫要听信谣言，心生误会。我与各位公子都是清白之交，君子情谊，从未有过半分逾矩之举。是世子胡说八道，刻意攀咬我。你跟世子私定终身是误会，你与我日日相伴是误会，你跟他们私相授受也是误会。祝婉清，欺人太甚！不过是一场误会。儿女闹剧，诸位不必过度揣测，此事本王自会处置，速速散去，休得再肆意喧哗，无端造谣。好一个王府家风！世子荒唐逾矩，败坏礼教，皇叔不思教子认错，整顿家风，反倒一心5人口舌，压制流言，妄图遮掩丑闻，蒙混过关，当真教得好子孙，守得好门庭。臣接驾来迟，恳请陛下恕罪。皇叔大寿，朕竟未曾收到半分请柬，只能不请自来。王府此番陈设极尽奢华富丽，远超朕的寝宫。皇叔好气，回陛下，府中所有器物陈设，皆是先帝、太后昔日赏赐，臣绝无半分逾矩僭越之心。顺郡王是真的会说话，滴水不漏，句句拿先帝太后当挡箭牌。诸位平身。我到底浪费了多少光阴，放着这般权倾天下、容貌绝世、尊贵无双的帝王不攀附，偏偏周旋在这些凡夫俗子身上。还好如今为时未晚，我尚且清白无偏，未曾婚配，只要能博得圣宠，入得帝宫，便能一跃成为天下最尊贵的女人。
这场闹剧未必是绝境，说不定是我逆天改命的契机。方才站立于暗处，亲眼目睹了一场绝佳好戏。祝氏小姐周旋5位世家子弟，实在令人叹服。臣女冤枉，求陛下容臣女辩解。经典梨花带雨，小白莲落泪名场面，难怪能拿捏住这么多世家公子。臣女不过区区一介深闺小女子，自幼体弱多病，身子孱弱，但凡劳神费心，便会旧疾复发，缠绵病榻。如此柔弱之躯，怎会有这般深沉心机，算计众人？再者，5位公子爹是龙章凤姿，才智卓绝，家世显赫之人，眼界高远，心智过人，又岂会任由我一介弱小女子随意糊弄，耍弄心机？求陛下明察秋毫，替臣女做主，还臣女清白。这演戏简直封神，唱作俱佳，这唯美45度落泪角度，氛围感直接拉满。祝大小姐这招美人落泪，杀伤力满分，暴君该不会真的心动了吧？哼，心动？你这女人未免也太过看低朕的眼光了。倔强中带着破碎，委屈中藏着凄然，这就是顶级海王小白莲的顶级演技。我都想给姐姐擦眼泪了，暴君快上，别隐忍。祝氏女，你可知欺君乃是何罪？回陛下，欺君乃大不敬之罪，欺君者当满门抄斩。既然知道律法森严，明知故犯，便是罪加一等。你假意柔弱，周旋权贵，玩弄人心，甚至借着朝臣举荐妄图算计朕，不安于世，败坏世风。陛下息怒，是臣弟与祝小姐两情相悦，情投意合。祝小姐方才只是情急之下口不择言，绝非有意冒犯圣驾，欺瞒陛下。还请陛下宽宏大量，宽恕我们2人过错。就你能耐，就你脸大，人家其他4家都没继续求情，就你上赶着出头，半点眼力劲儿都没有。当年先皇猝然驾崩，诸皇子夺嫡厮杀惨烈，那般凶险的局面我都能稳稳活下来，保住王府世袭富贵，怎么就生出这么个蠢笨无脑不会看形势的嫡子？就连府里的庶子比他机灵懂事3个。在堂弟眼中，欺君罔上的滔天重罪只是区区小过。臣并非此意。既然堂弟如此有情有义，执意要为祝婉清求情，甘愿替他们担责顶罪，朕也并非不通情理之人。陛下，臣不想顶罪，臣没有。陛下，小儿年幼无知，言语无当，还请看在他年纪尚轻的份上宽受饶恕。年幼，皇叔怕是年岁渐长，记糊涂了。堂弟早已年过若正，成年已久，何来年幼无知之说？念在今日是皇叔寿辰，朕格外开恩，不究其过重罪。祝氏女心性不安，玩弄权贵，狡诈欺君，素来不甘平淡，祸乱圈。既然你如此不安于世，贪恋浮华情爱，便罚你褪去俗世尘缘，此生入清安古刹，与青灯古佛、木鱼厨书相伴，终生不得还俗，不得婚嫁。陛下，臣女知错，求陛下开恩，臣女不愿入安修行。彻底翻车了。祝婉清满心想着攀龙附凤、入宫得宠，到头来却被陛下直接判了青灯古佛一生，这反差简直绝了。他机关算尽太聪明，反误了自己前程。错了，我不该妄图算计帝王，自作聪明。若是我当初安分入宫，何至于落得如今下场？我不甘心，我还想入宫，想登顶后宫，想成为最尊贵的女人。我绝不能一辈子困在清冷谷安宅。即刻派人将祝婉清送往皇家清修庵，严守戒律，终生不得踏出安门半步。求陛下饶了小女！刻意纵容祝婉清周旋权贵，搅动京中世家风云，暗中谋划，意图将此不安分的女子送入朕的后宫，妄图借妃嫔势力裹挟朝堂，牵制政权。皇叔，你的算盘打得极好。臣绝无此心，陛下明察，臣从未有过半分算计朝堂、觊觎皇权的念头。
今日暂且记下这笔账，念在寿辰之日不予当众追责。但皇叔切记安分守己，恪守臣道。若再有私谋算计、干预朝堂之举，朕绝不轻饶。臣等恭送陛下。蠢钝无能，色令智昏，好好的世子之位，萧家基业尽数毁在你手里。今日因你一人，王府沦为全城笑柄，更是引得陛下猜忌，险些祸及满门。父王，孩儿知错了，知错已晚。自今日起，本王正式废除你萧文涛的世子之位，撤凿你一切王府职权，禁足别院，闭门思过，永世不得参与府中事务。我的天，陛下也太稳了！驻眼云那张脸绝色倾城，勾人本事更是顶尖。京中世家公子无一不被他拿捏。今日这般梨花带雨、苦苦哀求，陛下居然半分动容都没有。我原本还以为陛下会一时心软，被美色迷惑，好歹从轻发落，没想到直接铁面无私，罚他青灯古佛，终身赎罪。这定力也太强了。说真的，我从未见过这样的皇帝。坐拥万里江山，手握无上皇权，却全然不近女色。之前新妃私通事发，陛下更是毫不留情彻查到底，半点情面不留。难道他从不宠幸后宫，对绝世美女坐怀不乱？该不会是根本不懂情爱吧？不然怎么……一定是这样，不然怎么可能抓奸新嫔那次那么决绝？陛下真可怜，坐拥天下权，太医院怎么那么能用啊？滚下去！陛下，朕让你立刻滚下马车。什么人啊？真是阴晴不定的暴君，好端端的突然发火，莫名其妙。师傅，你不是说楚姑娘对陛下来说不一般吗？怎么又被陛下撵出来了？闭嘴吧！陛下的心意是咱们这些做奴才的能打探的吗？是师傅。陛下对楚姑娘难道真的没有意思？还是要照顾一下楚姑娘，宁肯多做也别少做。进来吧。楚姑娘，宫外送来的家书，奴才特意给您取了过来。辛苦你跑一趟了。多谢姑娘。家里人体谅我在宫中不易，担心给我惹麻烦，向来是我不送家书出去，家里便不会送信来。这个月我还未传家书，怎么家里的回信反倒先到了？莫非家中出了什么变故？大哥被下诏狱了。我大哥明明在上红书院安心读书，怎么会和五皇子余孽扯上关系，还被锦衣卫抓进了诏狱？上红书院学子柴智征，实为废武皇子潜伏在京的逆党眼线。楚商明与其交好，往来密切，被锦衣连怀作牵连逆党，一并抓捕入诏狱待审。我靠，我的好大哥，你交朋友的水平还是一如既往的烂，能不能交一个稍微靠谱点的朋友啊？就我大哥那不开窍的智商，谁会脑子有病拉拢他？可大哥一入学就和柴智征交好，日日同进同出，还跟着去过好几处余孽据点，这烂摊子要怎么撇清？暴君对五皇子余孽向来宁杀错不放过，大哥这次怕是要完了。大不了我就胡诌自己是隐世高人弟子，能掐会算，通晓天下事，没有哪个皇帝能扛住这种逆天机缘的诱惑。至于暴君会不会信，能不能弄死我，现在根本顾不上。从今天起，我楚留薇就是江湖神棍。奴婢拜见陛下，陛下万安。退下。楚姑娘素来沉稳稳重，今日怎会这般仓促前来？定是出了大事。有话快说。奴婢必须给自己营造一个牛包包、仙气飘飘的师门，一听就是隐世仙门，能直接飞升的那种。仙侠小说里的仙山门派有什么？东吴、太虚还是昆仑？又是装神弄鬼的江湖说辞，朕倒要看看他今日又想编造何等荒唐说辞。暴君肯定不会轻易相信，我得拿出证据。就说海外有红薯、玉米、土豆3样高产作物，极易种植，保护中基。只要我说出具体方位，让他派人出海寻找，就能证明我能掐会算，所言非虚。红薯、玉米、土豆，海外高产作物，
世间竟有此物，若真能量产保父，可解天下粮荒，充盈国库，此事绝非虚言。他要是问我昆仑仙山在哪，我就说唯有有缘人方能抵达。他要是让我亲自带路，我就推脱要完成师门任务才能归山，能拖就拖，最好拖到这个天天熬夜加班的暴君驾崩，到时候我直接带着全家溜之大吉。胆大妄为，竟敢暗自骤阵驾崩，还想借机脱身跑路，这女人真是胆大包天。这该死的女人，当真是半点不把欺君之罪放在眼里。不过红薯、玉米、土豆竟能高产保父，若是属实，胜过万千子民，便多了一条活路。不就是忽悠一个没什么见识的暴君吗？楚留圭加油，你可以的 ，fighting！ 没什么见识，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东西，竟敢屡屡轻视朕。近日锦衣卫抓捕一批五皇子余孽，朕听闻其中有你的兄长。陛下怎么会知道我有大哥？还清楚我大哥涉案，又是暗卫禀报的，这暗卫也太全能了吧！完了，全盘计划被打乱了，我还要不要继续忽悠暴君？念在你泡的茶尚且入口，朕给你一次为你兄长分辨的机会。分辨？暴君这意思是也觉得我大哥是被冤枉的，有希望。陛下容禀，奴婢进宫之前，家中家境贫寒，往来皆是寻常穷苦百姓。近2年家中做起小生意，日子方才好转，兄长才有机会入书院求学。在此之前，兄长从未结识达官显贵，更不可能与五皇子余孽有牵扯。奴婢愿以性命担保，兄长清白无辜，求陛下明鉴。朕曾在藏书阁杂谈古籍中见过记载，海外有3样神物，名曰红薯、玉米、土豆，皆极易种植，产量极高，可充饥活命。朕允你入藏书阁，1日之内，若你能找出3样神物的具体出处与方位，朕便下令释放楚商明出诏狱。暴君竟然也知道这3样作物，可我明明一清二楚，却不能说出知晓缘由，这可怎么解释？头秃！1日期限，我大哥那文弱梳子的身子，在诏狱里1日足以死去活来3回。朕会传令锦衣卫，1日之内绝不许对楚商明动用任何刑计。谢陛下恩典，大哥有救了，稳了。周元德，带他去藏书阁全程值守，不得有误。喂。前方便是皇家藏书阁了。方才奴才叮嘱的阁中规矩、禁忌事项，姑娘可都记牢了？有劳公公费心，不该碰的、不该看的，奴婢绝不越矩。咱家就知道，姑娘素来知情小事，分寸极佳。姑娘，请入阁便是。若是缺少笔墨纸砚，随时吩咐值守工人取来。入夜之后，奴才再来接姑娘。多谢周公公照拂。皇家藏书阁，这辈子大概率就这一次机会进来，先好好开开眼。完了，书籍实在太多了，靠我自己一本本翻，别说找出海能人，翻到天黑都翻不完。必须抓紧时间，不能露馅儿。系统紧急检索，帮我查找最适合带队出海寻访高产作物的官员。找到了，礼部右侍郎范红，简直是出海寻访作物的不二人选。这是什么？大前宫内记事，那就是先帝年间的皇室密档。藏书阁居然还藏着这种瓜。太子萧敬凡密室，这竟然有暴君做太子时候的密室。我的天，萧敬凡的身世居然这么惨！他是先帝宠妃所生的皇子，生母温婉贤淑，圣宠滔天，却无权无势。皇后无子为稳固后位，拿捏储君，强行将年幼的他抱走抚养，对外宣称是自己的嫡子，直接定下他的太子名分。最诛心的是，皇后从未善待他，从小教他嫉恨亲生母亲。
他的生母眼睁睁看着亲生儿子被夺走，常年承受骨肉分离之痛，还要忍受亲生儿子经年累月的误解与恨意，受尽委屈，郁郁寡欢，最终积郁成疾，香消玉殒。萧敬凡登基之后，才彻底查尝所有真相，知晓自己错恨生母半生，一辈子活在皇后的算计里。难怪他性格冷厉多疑，不近人情，难怪他极度厌恶静浩宫。原来他竟然从不宠幸妃嫔，每次有妃嫔侍寝，他都会提前点燃太医院特制的安神迷香，让妃嫔陷入昏睡，误以为已然侍寝，实则他从未近身，从未触碰任何后宫女子。原来那个阴晴不定、杀伐果断的暴君，背地里居然背负了这么多。暴君怎么不说话？不会看穿我是瞎编的吧？求求佛祖观音、玉皇大帝保佑，千万别追问出处，一追问我就彻底露馅了。字迹尚可，只是笔触稚嫩，像孩童初学书写。好在核心内容足够简洁直白，倒也能一眼看懂关键信息。坏了，我居然把出海官员的举荐缘由全部写在信纸上了，我这妥妥是后宫干政。偏偏陛下素来厌恶女子，尤其忌惮近身宫人插手政务，这下怕是要被重重治罪。奴婢有罪。你纸上举荐的礼部右侍郎范红，朕便准了，命他择日带队出海，寻访3样高产作物。居然没有治我的罪，陛下竟然直接采信了我的举荐。楚姑娘竟是第一个能让陛下毫无防备采信建议的女子，真是不一般啊。那奴婢的兄长楚商明无罪释放，周元德即刻去办。是。哇，暴君办事也太快了，说1天之内放我哥出来，必不等到第2天。陛下，今日并非奴婢值守之时，若无其余吩咐，奴婢先行告退。站住！朕方才替你解决了你哥的事儿，算帮了你天大的忙。随朕去一个地方。入殿之后，不许多言，不许出声，随朕进来。长乐宫，这不是楚贵妃当年病逝的宫殿。今日正好是冬月初3，是陛下生母楚贵妃的7周年忌日，难怪陛下今日心绪异常。你说，若被自己的骨肉至亲算计、怨恨、误解整整10几年，受尽牵连痛苦，你会不会心生嫉恨，甚至后悔生下这个孩子？奴婢不会怨恨孩子，若真是自己的骨肉能力微薄，护不住至亲，只会心疼孩子常年孤苦，不得安稳，绝不会怨半分孩子。难道你至死之际怨的从来只有你自己，从未怨过朕半分？放肆！陛下恕罪，是这酒太烈，太醉人了。而且这酒是陛下带来的，陛下是千古明君，宽宏大量，奴婢今日醉酒失仪，归根垫底也算陛下的酒太过醉人，陛下也有一点点责任的。您就让奴婢放肆这一回吧。陛下也是人，也会疲惫，也会难过，不必永远逼着自己无坚不摧。就准你放肆一回，以后不可这样。是，陛下。
居然睡在了暴君旁边。昨夜见月放肆也就罢，今早又失仪。不好，陛下肯定是记恨我昨夜屡次见月，嘴上说放过我，现在故意近身试探，想抓我把柄治我的罪，我绝对不能中招。楚留薇，你昨晚……陛下，奴婢失仪。荒谬！整个后宫女子无一不想费尽心思趋近朕、攀附朕，个个投怀送抱，极尽讨好。偏偏楚留勋这个傻丫头，朕主动近身斗，他居然一拳推开朕，跑得比兔子还远。朕是洪水母兽，还是吃人恶鬼？就这般避之不及，真是气杀朕也！幸好我反应快，陛下素来不近女色，厌恶女子近身，刚刚绝对是试探我。我这一拳推开，果断跑路，绝对保住小命了，太机智了我。传陛下口谕：书生楚商民无辜受牵连，无罪开赦，即刻放人。楚商明，速速出来！你得圣上特赦，可归家了。妹妹，平日里读书明理，偏偏识人不清。柴智成是五皇子安插的逆党眼线，满朝皆知，你偏偏与之深交，白白将自己送入诏狱，险些连累满门。柴兄温润谦和，怎会是逆党？在狱关押皆是重犯，逆党牵连之罪更是重罪，从不轻易赦免。我一介无权无势的布衣书生，无官无爵，毫无背景，怎会惊动帝王亲自过问，特指赦我出狱？妹妹，你是不是为了救我爬龙床了？大哥，你说啥呢？妹妹，你糊涂啊！皇宫吃人不吐骨头，咱们家无权无势，你若是为了救我去争圣宠，定会被后宫众人搓磨致死。你明明说好25岁便出宫与我们团聚。哥，我真没有。你别骗我了，能把我从诏狱安然救出，定然是爬上龙床了。是我害了你啊！我这个哥哥太没用了，我宁愿自己坐牢，也不愿你受半点委屈。我怎么还解释不明白了？大哥脑子里脑补了一出苦情倒叙，再这么哭下去，我浑身是嘴都说不清。等安抚完他，我得尽快回文华殿，陛下那边还有差事等着我。哥，我们先出去，我还得回去换个衣服，陛下那边还在等我。把你大哥从诏狱里接出来了。是，我大哥不敢相信陛下竟真能为了他重审案件，托奴婢感谢陛下呢。要谢就谢他有个好妹妹，敢为了他夸下海口，连神仙下凡都敢说。那不是没办法了吗？启禀陛下，大喜！荣贵妃娘娘近日诊出怀有龙嗣，乃是皇家天大喜事。荣贵妃竟敢与人私通，难道新妃的例子没有让她害怕，竟敢再次与令沉沦？好家伙，全是圈套！荣贵妃根本没有半分身孕，全是她和心腹张宝荣联手编造的假孕骗局。先借皇嗣稳住圣宠，再让当朝丞相，也就是他的亲生父亲，联合一众依附文官集体上奏，逼迫陛下册封她为皇后，一步登顶后宫之主，野心大到离谱。楚留真的消息从无差错，如今没有实证荣贵妃没有怀孕，不能当众拆穿，只能假意配合，走一步看一步，找机会拆穿她的欺君之罪。娘娘怀龙嗣，身子孱弱，
日日心神不宁，还请陛下移步华阴殿，前去探望宽慰娘娘。刘征随朕走一趟。是，陛下。满宫都知道我怀有身孕了，这下看谁还敢瞧不起我。参见陛下。不必多礼，爱妃身怀龙嗣，近日定是日夜操劳辛苦了。陛下，臣妾这些日子日夜难受，食不下咽，夜里辗转难眠，实在熬不住这般苦楚。吴院士，还不快给贵妃诊脉！这脉象不对啊！可是，一边是手握半朝文官、权倾朝野的丞相妇女，得罪他们日后仕途彻底断送；一边是喜怒难测的帝王，隐瞒实情欺瞒君上，也是杀头重罪。吴爱卿，贵妃的怀相可还安稳？回陛下，贵妃娘娘脉象乍一看有孕之象，可细细分辨又与寻常怀胎期妇人存有细微区别，可能是娘娘胎气偏弱，根基不稳，必须长期静养，坚持每日服用安胎汤药固本调养。果然连贴身内侍都提前串通一气，想来吴院士早已被丞相暗中打点收买，这群人合起伙来欺瞒朕。既然胎象不稳，那该如何？贵妃忧思过重，心火难压，安胎药材药性必须厚重足显，汤药里多加黄连，黄连辛凉，最能清心安神保胎。好，往后日日煎好给贵妃送来，一日3顿，1顿都不得间断。黄连苦到齿喉，寻常人一口都咽不下去。这陛下让贵妃一天喝3顿黄连，赶上上刑了，怎么那么奇怪？陛下，不知为何，臣妾每次看见这位宫女，心口就闷胀难受，怕是腹中龙嗣受了冲撞，求陛下将她遣出皇宫。坏了，他故意栽赃我冲撞龙潭，陛下不会为了这个假身孕直接把我打发走吧？爱妃这话是何用意？难不成你想随意左右朕身边宫人，借着身孕在朕御前安插眼线，窥探朕日常行踪？臣妾万万不敢存有窥探帝宗的大逆心思，只是今日身子太过不适，一时失言，求陛下饶恕臣妾失仪之过。朕心中清楚你怀龙嗣辛苦，满心盼着你平安生产。等孩儿顺利落地，朕即刻下旨册封你为中宫皇后。能坐上皇后之位是我毕生所求，可我腹中本就没有孩子，几个月后根本生不出皇嗣，到时候欺君之罪必死无疑。传吴院士，把煎好的安胎汤药送上来。是。陛下，安胎汤药已经按方子加倍黄连煎制完毕。吴院士，将药端上，朕要亲自看着爱妃喝下去才能安心。爱妃怎么不喝？陛下，这药红莲放的太多，苦到钻心，臣妾实在咽不下去。吴太医是不是故意捉弄臣妾呢？不要多心，朕白日已经问过吴院士，此方是安胎最好的方子。可是臣妾喝不下嘛。哪有这般胃药？分明是灌，哪里像心疼容贵妃的模样？陛下，您方才那般是不是有哪里不对？
爱妃喝不进安胎药，朕心中焦灼得很。答应朕，往后都好好喝药，好不好？好。1日3顿，1顿都不能少，记住了吗？就算再难喝，也得硬喝下去，能做到吗？好。等等，总感觉哪里不太对劲。既然亲口应下，便要说到做到。但凡巨服汤药，一律按7君论处。爱妃有孕在身，好生静养。朕朝堂上有政务要处理，先行离开。张宝荣，方才陛下当真来过，还给我灌了一碗药。是娘娘，陛下确实来过，那碗药也确实是陛下亲手喂的。好苦，1日3顿，不喝便是7君，这是怎么想都不对劲。张宝荣，你觉不觉得陛下方才的举动很奇怪？你盯着本宫做什么？本宫在问你话。娘娘息怒，陛下自幼身居高位，从小都是别人伺候他从未伺候过旁人，想来是不知寻常喂药的温柔法子。可喂药和强行灌药怎么能一样？那是硬灌啊！张宝荣，我上哪儿去弄个孩子啊？娘娘，您只要把假的变成真的，不就得了？对啊，我怎么就没想到呢？娘娘，事到如今，坐以待毙，只有死路一条。奴才倒有一计，只是需要娘娘拿个主意。御膳房存有西域进贡醉仙酒，只需混入特制迷魂药，1杯便能让人昏睡整日。只要哄陛下饮下，娘娘近身与陛下圆床，假孕便能成真，往后万事无忧。此举太过龌龊，我心悦陛下多年，不愿用这种手段逼他。娘娘如今进退两难，除此之外再无别的出路。若是被陛下拆穿假孕7君，到时候连性命都保不住，何谈儿女情长？你们2人即刻去御膳房取醉仙酒，再寻来迷药，速速调配妥当，不得走漏半点风声。醉仙酒在此，迷药也备好了，娘娘要的东西一样不少，速速送回，不得耽搁。有劳公公，奴婢这就送回。娘娘，醉仙酒与迷药已取回。只要事成，我便能名正言顺怀上龙溪，陛下也会彻底信任我。陛下，妾自知有罪，特备薄酒，望陛下恕罪。坏了，我不能当众戳穿贵妃下药，没有证据说出来只会被判定污蔑妃嫔。可是眼睁睁看着陛下喝下迷药，我又良心不安，急死我了。爱妃费心专程送酒过来，真是有心。周元德，去殿外食盒取备好的精致蜜饯点心进来。爱妃孕期日日吃苦，药正好拿蜜饯甜甜嘴巴。陛下快饮，此酒醇厚难得。完了，陛下马上要端那杯下药酒了，我怎么才能领会提醒，绿茶打翻杯子？可万一惊扰陛下，我死罪难逃。独饮无趣，爱妃陪朕共饮一杯才好。
怎么后袖这么大？怎么会？喝下你要的是荣贵妃？难道方才陛下趁他转头的时候偷偷调换了酒杯？我刚刚急得半死，想要阻拦，原来陛下早就看穿一切了。周元德，派人护送贵妃回华阴殿歇息，传太医过去看看。是。来人呐！原来陛下早就识破酒坛机关，还顺势调换酒杯，从头到尾都在看戏。我刚才白白替他捏了一身冷汗。方才急得快要冲上来，以为朕要喝多了。奴婢方才只是担心酒不合陛下口味。朕还有大批奏折待批，无暇再耽搁。即刻调暗卫全天盯紧华阴殿，荣贵妃与丞相往来所有信使、密信一律截获，全部送到文华殿查验，不准漏掉半句。下药之计彻底失败，我腹中根本没有龙嗣。再过2-3个月，全宫上下都会知晓我弃居，我父亲整个荣家都会被我连累处死。娘娘不必惊慌，丞相大人自有筹谋。今日过后不出3日，大人定会入宫与娘娘商议对策。可我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。父亲，女儿做错事了。假孕之事被陛下察觉，下药逼迫陛下的计谋也尽数落空。再过不久，咱们荣家就要满门抄斩。为父早已想好万全之策。我与顺郡王暗中定下盟约，择时起兵逼宫造反。只要推翻萧敬凡，对外宣称你诞下皇家嫡子，寻一名宫外襁褓婴儿顶替，你便是当朝太后，手握实权，垂帘听政，整个大圣江山尽在你我掌控。我不要做太后，我心悦陛下多年，若起兵造反，陛下必死无疑，我绝不答应。自古以来逼宫夺权，旧君必须斩草除根，留着萧劲凡只会后患无穷，此事没有商量余地。父亲若是执意取陛下性命，我现在就去文华殿，向陛下坦白所有假孕、勾结朝臣的全部内情，咱们父女2人一同赴死。罢了，为父答应你，不取萧敬凡性命。待我们拿下皇宫，废除他帝王之位，将他囚禁在华阴殿后宫，只归你一人所有，做你的裙下男宠，此生不得踏出殿门半步，这样你可满意？只要能日日陪在陛下身边，哪怕他失去皇权，我也心甘情愿。我答应父亲，配合你和顺郡王举事。丞相答应跟我起兵造反了。当年先帝驾崩，本该由我继承大统。萧敬凡的父亲使用阴诡手段夺走皇位，将我贬至藩地，常年打气质压。如今萧敬凡根基不稳，后宫乱象焚生，朝堂半数文官依附丞相，我手握3万精锐私兵，内外夹击。这一次我倒要看看萧敬凡拿什么与我抗衡。属于我的江山，我必定亲手夺回。
丞相和顺郡王居然联手谋反，一个想让女儿做太后掌权，一个想夺回皇位。这群人野心滔天，皇宫如今危在旦夕。他们想引蛇出洞，朕便顺水推舟，设下瓮中捉鳖之计。来人！传告六宫与朝堂，容贵妃有孕为大喜之事，3日后御花园举办皇家家宴，宴请宗亲重臣，顺郡王、丞相必须到场。家宴当日，后宫所有宫女、小太监全部放假出宫探亲，皇宫值守侍卫减半，调往城外休整，彰显皇恩。奴才遵旨。陛下，刻意遣散宫人，削减守卫，若是要有反贼想要伤害陛下，恐有风险。照我的吩咐去做，不必多言。是。陛下明摆着把防卫全部撤掉，顺郡王和丞相在家宴埋伏了大批人手，这不等于敞开大门让他们动手？可我没法解释消息从哪儿来，总不能说我靠吃瓜系统偷听的吧？这话一说，只会被当成妖孽处置，根本没法开口提醒。你明日也回家一趟吧，我记得你父母不是就在京城。是，陛下。难得一日假期，咱们一同出宫逛街，还能去集市吃点心。你也快收拾东西跟我们走。本想出宫探望刚出狱的大哥，可系统说家宴是关键时机，陛下故意遣散所有人，身边无可靠之人。一旦叛军发难，埋伏禁军来不及支援，陛下会身陷险境。大哥虽重要，但陛下多次救我和兄长，我不能独自逃走。今日我身子酸胀不适，不愿出宫奔波，你们自行前去游玩，我留在宫中值守。真是可惜，这么难得的假期你居然放弃。那我先走了。娘娘，陛下下旨，家宴当日所有宫人太监全部出宫，皇宫守卫减半，御花园守备十分薄弱。快传消息告知父亲和顺郡王，如今皇宫守备空虚，正是动手的绝佳时机。怎么了？来了。此次家宴是庆祝贵妃有了身孕，我大前国本稳固，与众卿家同喜。兄交贵妃，多谢陛下挂华，也劳烦各位大人记挂臣妾腹中孩子。只是近日身子时常乏累，实在不胜酒力，还望诸位海涵。容贵妃表面柔弱卖惨，实则跟父亲顺郡王串通一气。等会儿只要信号一出，这俗人就要当场逼宫。丞相到。今日陛下为贵妃腹中龙子设宴，实乃皇室大喜。只是臣近日翻看朝堂卷宗，后宫长久无中宫坐镇，储母未定。朝节百官日日上书恳请陛下册立皇后，以安天下人心。丞相所言极是，陛下子嗣来之不易，如今贵妃身怀皇嗣，
若是早日册为中宫，宗室天下百姓方能心安。说起来，陛下登基数载，一心操劳庶务，后宫之事全然搁置，未免失了为君周全。此言过早，丞相请坐。是。皇叔倒是上心后宫家事，只是朕记得前年皇叔藩地私屯兵器，御史接连参奏3本，彼时皇叔怎不操心朝堂人心安定？陛下旧事重提，是继臣当年一点无心之事。如今臣早已收敛身心，一心只为皇室宗族考量，何来私心与作？若臣妾腹中孩儿真能让陛下一解心结，也算不负今日这场家宴了。顺郡王宅心仁厚，所言都是公心。贵妃诞下皇统在即，若无皇后名分，皇子出身便落到名不正言不顺，与社稷根基有碍。还请陛下今日当着文武百官、宗室亲亲的面，定下册封吉日。立后乃是国之大事，岂能宴席之上仓促定断？丞相乃6部之首，平日里处理民生刑案沉稳有度，怎今日反倒急于求成？莫不是朝中政务无要事，只能盯着后宫琐事费心？荣贵妃这副柔弱模样全是演出来的，父女俩一唱一和，拿腹中假皇嗣做筹码，和顺郡王联手逼宫，句句冠冕堂皇，字字藏刀。陛下莫要曲解丞相一片忠心。如今藩地赋税连年缩减，国库日渐空虚，各地灾荒奏招堆积如山，陛下却日日流连后宫，只顾贵妃胎体，长此以往，恐寒天下臣民之心。都怪臣妾身子拖累陛下，若是朝中诸事要紧，陛下大可不必时时陪着臣妾。皇叔藩地3万私兵，年年耗费巨额粮草，不曾上交国库半分，反倒指责朕国库空虚。要说耗费钱财，皇叔怕是最没有资格开口。跟上！伏兵全部冲出来，四周全是持刀叛军，陛下身边没有士了，禁军埋伏怎么还不现身？千万不要出事！萧敬凡，你今日自以为设下家宴安抚宗室朝臣，殊不知早已踏入我与丞相布下的天罗地网。皇宫守卫被你亲手遣散，御花园尽数是我的私兵，你孤立无援，再无半点翻盘资本。石相便亲手写下退位诏书，将皇权交还于我。念在同出萧氏血脉，我可留你一条性命，圈进冷宫苟活。若是执意顽抗，今日这百花亭便是你的埋骨之地。皇上，还是听顺郡王的，毕竟实力悬殊啊。一旦您同意退位，我保证您的性命绝不会有任何问题。好啊，不愧是朕的好皇叔、好岳丈。你们一个两个就这么盼着把朕从皇位上拽下，可朕偏不让你们如意。陛下早布天罗地网，所有叛贼即刻放下兵器，跪地投降。但凡持械抵抗者，格杀勿论。不可能！明明下旨遣散所有守卫，
众侍卫大半调离城外，哪里来这么多禁军埋伏？遣散工人，调走水卫，不过是朕抛出去的烟雾弹。从你们互通第一封密信，私下囤积私兵那日起，暗卫便寸步不离盯着你们所有动作。你们商量家宴动手，预谋拥立假皇嗣，打算将朕囚禁后宫的全部谋划，一字不落，全都送到了朕的预案之上。萧景凡，你阴险狡诈，处处设局算计本王，不是你步步设防。今日坐在这里写下退位诏书的人便是你。荣氏假孕欺君，勾结生父与藩王密谋宫变，妄图以假孩童把持朝政，罪本当凌迟处死。朕念你数次求情，执意保全朕性命，留你一条生路。废除贵妃封号，即刻送入皇家清安，青灯古佛，终身赎罪，此生半步不得踏出安院。顺郡王私聚3万番兵，意图谋逆夺位，祸乱皇室。丞相身为文官之首，勾结藩王动摇国本，二人罪责滔天，判满门抄斩。所有依附二人的幕僚、私兵、地方党羽，全部流放千里蛮荒之地，永世不得返回京城。从头到尾都不是叛党算计陛下，而是陛下顺水推舟，放出假消息，引诱他们主动谋反。今日所有祸根一次性尽数拔除，陛下这盘棋下得实在高明。方才伏兵四面围杀，庭内刀剑无险，满宫工人尽数放假离开，唯独你执意留下守在一旁。若是方才伏兵冲进来时，朕身边连一个信得过的人都没有，难免多几分凶险。今日多亏有你。陛下言重了，奴婢只是看不明白，陛下故意撤去守卫，心中担忧陛下安危，实在放心不下独自出宫，便留下来守着。方才全程站在一旁，吓得连呼吸都放轻。是不是以为朕今日当真孤立无援？奴婢不敢揣测圣意。往后不必事事独自忧心，但凡有心事，不必憋在心底。陛下若无别的吩咐，奴婢先回茶水房收拾茶具了。这丫头跑什么？朕不过随口了2句话。周元德，奴才在此。陛下有何吩咐？方才楚留争明知今日御花园伏兵四处，凶险万分，不肯随其他宫人出宫避险，反倒独自留下来守在朕身侧。方才朕不过轻轻碰了下他的头发，他便慌慌张张逃了。你说他这般处处护着朕，难道不是对朕存有爱慕之心？奴才自幼净身，不懂世间男女情爱之事。不过依奴才拙见，刘哲姑娘这般反应，大抵是脸皮薄，害羞了。寻常女子断然不会不顾自身安危，执意留在险境陪着主子。若是她当真心悦于朕，朕总不能一直让她做个奉茶宫。可她次次这般躲闪，朕连开口的机会都寻不到。该如何才能让她心甘情愿留在朕身边？陛下想要表露心意，不能太过突兀。方才您只是扶了下他的头发，他便慌不择路逃窜，不如寻独处机会，单独传他到无人御书房，慢慢和他抛白心意，再备些赏赐铺垫，姑娘便不会这般拘谨躲闪。此言有理，奴才定然妥善安排，不出半分纰漏。等寻到独处无人的机会，我便同他讲清楚，往后不必做奉茶宫女，长久伴在我身侧。这宫里我只留她一人。你先悄悄去弄云院，送一批云锦与南海珍珠。不必说是朕特意赏赐，只说是库房统一分发的工人份意，免得他心生戒备。
奴才遵旨。楚留贞舍身护主，殿下心中记挂至此，往后他的青云路怕是要来了。我的妈呀！陛下刚才突然伸手碰我头发，吓死我了。宝君阴晴不定，指不定是想试探我有没有异心。还好我跑得快，再待一会儿，指不定要被他抓什么把柄治罪。我只想安稳熬到出宫，可千万别和他扯上关系。我满心门眼都是他，他居然把我当成伺机试探，会加害他的暴君，一心只想远离我，半点情谊都无。方才御花园那边到处都是禁军抓人，你独自陪着陛下，可撞见什么凶险事了？只是宴席上起了争执，没什么大事。库房新分一批衣料首饰，按御前值守品级下发，这2份是你的份例，收好便是。普通宫女份例绝不可能有这般贵重东西，明摆着是陛下单独赏我的，可他方才被叛党包围，还有闲心惦记赏赐我，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，我得和他划清界限，免得日后惹祸上身。多谢公公。姑娘尽心尽力伺候陛下，所有付出主子全都看在眼里，往后安分当差，恩典只会更多。同样是宫女，咱们只有粗布，你竟能分到珍珠，陛下待你实在特殊。等明日我就把这些珍宝金束还回去，断了陛下的念想。我可不想被困深宫一辈子。东西送到了，他是什么反应？楚姑娘看到珍宝十分错愕，转头就锁进衣柜，神色处处透着疏远，明显不愿接受这份恩典。我掏心掏肺待他，他反倒处处提防，只把我当成需要庇护的危险人物。明日申时，遣散殿内所有伺候宫人，单独传他前来奉茶。今日我便把心意同他讲明白，看他还要如何躲我。遵命。陛下刻意安排独处，定是要试探我，或是提昨日赏赐。我少说话，不搭话，安分奉茶，推辞所有恩典与亲近，就不给他拉扯其他的机会。那日百花亭范军四面合围，满宫宫人借着放假尽数四散逃离，唯有你不惧刀兵凶险，挺身挡在我的身前。你的忠心与牵挂，我看得一清二楚，牢牢记在心底。我心中唯独中意你一人。今后6宫尽数空置，不会再册封任何妃嫔。你不必永远做低微奉茶宫女，长久伴在我左右。后宫所有纷争，由我替你隔绝。完了，陛下这话太过厚重，定是感见我护驾有功，要破格提拔我做高阶御前女官。可女官依旧困在深宫，终生无法离宫。我一心只想熬满年限回乡，等下一定要婉言推辞，说自己资质粗笨，担不起高位。我倾尽真心，许他独一份偏爱，空失6宫的承诺，他竟全然不懂。陛下厚爱奴婢，愧不敢当。奴婢生来粗鄙，不识诗书礼仪，手脚笨拙，难堪任何高位重任，只求安分当差。待到出宫年限，回乡陪伴兄长与爹娘，还望陛下成全。你退下吧，朕今日不想再看见你。陛下，
顺郡王，丞相一众叛党余孽3日内全部处置完毕，流放、斩刑按卷宗定罪，不留一丝后患。3日后，朕动身前往皇家护国寺祭祖祈福，整顿心绪，随行侍从精简，不必大肆扑降倚仗。陛下，随行伺候宫女是否另行挑选？带上楚留贞随行，路上也好有人贴身奉茶。就算他刻意躲避，不愿接受我的心意，我也舍不得让他离开我的视线，留在身边我才安心。奴才明日一早便去弄云院告知楚姑娘，提前备好随行茶具与随身衣物。啊，终于可以离开压抑的皇宫几日，护国寺清静无纷争，不用时刻提防陛下试探，总算能安稳喘口气。这不过是看你头上掉了东西，你是御前宫女，代表朕的脸面，你别多想。谢陛下。我出身世家，才貌双全，一心倾慕陛下，只求在后宫独得陛下宠爱，却落得终生禁足的下场，区区一介卑微宫女，凭什么就得陛下另眼相看，常伴身侧？此处清幽安静，花开遍叶，若是能在此避世礼佛，远离帝王与深宫是非，便是最安稳自在的生活了。快救陛下！陛下，你怎么样？快醒醒！都是我的错，我只顾赏花放松警惕，才让祝婉清有机可乘，害得陛下为我挡下致命一击。我日日回避他，疏远他，可朝夕相处间早已对他动心，一直不敢承认。如今他重伤昏迷，我连心意都来不及诉说，求佛祖保佑他平安无事。给我抓住那个女人！楚留贞，我恨你！我就算死，也绝不让你安稳伴在陛下身边！我一直惧怕帝王偏爱，惧怕深宫枷锁，拼命逃离他，回避他，直到亲眼看见他为我舍身挡伤，我才看清自己的真心。我早已喜欢上他，只要他能平安苏醒，我不再执着出宫，甘愿留在深宫陪他左右，再也不会躲闪逃避。陛下，你醒了。方才你心底说的每一句话，朕一字不落，全部听得清清楚楚。这一回，你不会再一心想着逃离朕了，对不对？陛下别动。可是我想